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园，又来1年4度的登峰造极了。那实际上登峰造极确实是1年会举办4次。在以往我的影片呢，都会在每一次登峰造极第2天之后，就给大家看每一个王国的分数到底有多少。但是在我上一次发布了影片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不少的观众，其实比起前10名的积分到底有多少，他们更在意第11名到底拿什么分数。所以从这一次的登峰造极开始，我们专注看的就是11郎让各位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杀人诛心。一般我们看第11名呢，通常他的分数只要跟第10名不是相差到特别接近呢，都算是比较幸运的。假设分数是差不多，而且是差可能200-300就可以超越第10名的话，那个就真的很可怜了。因为在上次的登峰造极国服41区就有一个玩家拿第11名，但是他的积分是超过1亿的，跟第10名的分数是非常接近的。那所谓的不幸运就是像这个玩家那样子，第12名的分数跟第11名其实差很远。第11名的玩家是有机会可以拿到皮肤，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超越第10名，所以他是真的非常可惜啊。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大家就对11名津津乐道。当然了，今天做的影片呢是有包括国际服跟国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两边的差异，还有这个皮肤的热度到底有多高。在说分数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次的皮肤。那因为这一次的皮肤呢，有很多玩家投诉太丑了，所以当时候官方是有发一个公告说他们会重新设计这个皮肤外观，但是争议是保持不变的。可是你们现在进入游戏依然还是看到旧的那个皮肤，新的其实已经设计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的皮肤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这个绝对不是 P 图啊，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录像啊，假设是 P 图或者是假的话是不会有动画的。显然新设计出来的皮肤会比较好看。那这个皮肤呢，现在还在审核阶段，要等一段时间大家才可以获得。所以你们现在看游戏界面依然还是旧的那个皮肤。刚好这个问题昨天的影片也是有观众问我，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OK， 那么我们今天反过来讲，先看一下国服的成绩。国服的登峰造极其实结束的比国际服还要快，他们是到北京12点的时候就会重置时间了。在国际服要等到北京早上8点的时候才会重置，所以国际服会比较慢一点啊。我们来看讨论度最高的285那你们可以看到第11名是真的很不幸运的，他真的是分数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差不多还剩下100万左右就可以超越第10名了。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很不幸运的玩家。至于第12名我就不清楚为什么他的分数升得这么高。那假设对皮肤没有兴趣的话，一般都会像第13名那样子，可能只是升一些基础的战力，或者是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到了最后一天，如果分数相差太远的话就不追了。有可能第12名的玩家没有计算好自己到底剩下多少的加速跟资源这个有可能而已啦，我不确定。不过你们从这里的分数也看到，其实在国服呢，不管皮肤到底是好还是坏呢，都有人去抢。像上次步兵的攻击力提升 15% 也是有人去抢，而且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入门槛呢，大概是要接近1亿左右。所以在这里先跟第11名的玩家道歉了，我不是真的要故意把你放出来的是观众们都想要看第11名到底是谁啊，所以就只能放出来了，不好意思。除了国服的285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王国也是11名很接近第10名的，就是265到272之间的王国。那上面那一个截图我忘记截他们王国的伺服器这个就记得有截了。那么各位也看到了，他这里分数也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倒数2秒的时候他的分数依然是没有办法冲上去，算起来的话大概是相差接近200多万左右吧。或许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多啦，那坦白说其实我在其他的王国看到分数呢，其实有一些甚至都没有到2000万，所以像这个玩家这样提升到8000万呢，是真的比较浪费了，只能说这位玩家是真的很可惜不过在这里的门槛也是差不多1亿都可以保证拿到皮肤了。接下来我们看其他王国，这个王国是从1005到112，这个王国还属于比较正常范围你们可以看到第11名跟第10名的分数差别，平均分数5000万左右就可以拿到皮肤了。接下来是国服的第1服到第8服。那上次有看过国服的巅峰对决应该都知道老头是谁这个我就不多做解释了。那么各位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这边分数没有到非常夸张只是我不懂为什么老头要把那个分数升到这么高刚好这一次登峰造极的时间是跟 MGE 撞上了，有可能他在升 MGE 的时候顺便升登峰造极，或者是正在 KVK， 或者是不想要有后顾之忧呢，就把分数冲得这么高。
因为像这里的分数呢，其实它升到8000万左右都已经够了。比较搞笑是第2名的名字啊，11郎快上就是叫第11名的玩家快点冲上去。不过这里还好啦，第11名跟第10名的分数其实还有相差，所以严格来讲第11名还不算可怜啊，他有及时止损。接下来换一个国际服玩家都比较熟悉的王国，因为之前有举办过全球巅峰赛吧，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466。那这里呢也是出现了11郎，而且有出现2个那你们可以看到第11跟第12名呢，其实他们分数都是蛮接近第10名的，也就是说其实他们这里竞争的还蛮激烈，只是第11、第12名来不及冲上去。因为老实说第11名的分数真的是差那么一点点了，大概相差一个200多万左右就可以冲上第10名拿到皮肤了。然后第12名的玩家应该也是在他们内定之内啊，只是他那个分数没有办法冲上去，所以就排在第12。那么虽然第11跟第12名的玩家很不幸运，但是我要说他们其实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幸运又不幸运呢？因为比较起前面一开始我分享的那2个呢，都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前面那2个他们冲上9000万的积分，那这2位玩家都不到5000万积分，所以我讲真的他们算是比较幸运了。而且这边的分数最高第1名才5000多万，如果刚刚那2位玩家在第11名的都可以来这边抢皮肤的话，他们肯定是拿第1名了。下一个王国297也是全球巅峰赛的队伍，整体来说这里的分数呢还算是中等水平，不会说特别多，只是第1名他升的比较高一点，有8000多万的积分。但是你们看第11名的玩家这个就有一点可怜了。那其实如果他的积分再高一点的话，那是可以拿到皮肤的，这里相差了大概1000万左右。不过你们也看到了，有一个箭头指着下，就表示说这个玩家可能是在后期是没有再提升战力了，可能是不够加速或者是资源。不过像我前面所说的，还好他这里的分数不算特别高啊，只能说下次再接再厉吧。下一个是谁区，就是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过，他们登峰造极第11名居然是有意义积分。不过这次还好啊，他们这里整体的分数呢也没有到非常夸张，你们可以看到第10名其实2300多万左右就可以拿到皮肤了。不过当你们觉得第10名很幸运的时候，怎么知道他们的分数最后是有提升上去的？那你们可以看到我最后截图的时间呢还剩下4分钟而已，其实后面他们还是有提升分数，这个是现在看到的分数。那其实第11名依然是在第11名啊，不过你们可以看到第10名的分数从原本的2300变成3100了，所以基本上前面的排名是有调动了。不过分数比较高的依然是没有变动，第1名依然是1亿积分。接着第16服就是我之前有介绍过，他们的联盟差不多有7到8个100亿联盟，因为他们之前的分数其实都蛮高的，这一次分数反而还蛮平均的，蛮低一下的，基本上准备3000到4000万左右就可以拿到皮肤了。第11名的玩家我觉得还好啊，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吧，应该也是为了要完成任务，或者是一开始先试一下分数看能到多少，后来看到这里的分数被反超的就选择不去追，我觉得还可以啦，他不算特别亏。不过16服第10名的玩家也是算蛮幸运的，3000多万左右就可以拿到一个皮肤。那刚刚所讲的就是国服，我选择其中几个王国来做介绍啦。由于王国真的是太多，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去看了，我只能选择几个来看而已。接下来要讲国际服的分数了，国际服的分数普遍会比较低一点。那国际服我们当然是要先看960那边了960那边讲真的有一点刺激。那其实960在以往都是会做内定排名，这一次也不例外，但是这一次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有11个玩家都要皮肤，所以你们才会看到比较罕见的，为什么有11个玩家全部都是来自960。那这边只能说蜥蜴真的非常可惜啊拿到第11名OK， 原本呢第11名应该是98才对的，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在早上大概7点40分的时候，98就私信问我要不要冲，因为他最多能提升到的积分是3900万，然后这个是当时候的分数，其实他们都已经冲的还蛮高了，然后第10名都大概3900了。这个时候98其实他还按兵不动，他跟我讲等到最后30秒的时候他才冲上去，结果在倒数差不多30秒的时候，他是真的把积分升上去了。其实这个时候他是用宝石升上去的，因为如果是用加速的话是来不及了。那或许这个时候蜥蜴也是发现到98开始升分数了，所以可以看到原本蜥蜴这边的分数是3800，最后我们看到的分数是3900。不过这个也算是登峰造极的乐趣之一啊，就是看大家抢分数。不过98他也是付出了代价，他的宝石剩下966颗而已再来是1034的分数，我没有想到这里这么和谐第1名才2400而已。
然后就算是最后的第10名呢，也是大概1000万而已，就算拿到第11名也不会太亏。这个分数是刚好可以完成登峰造极的任务了，所以我觉得还好啦，尽管他是第11名，1093的分数中规中矩，然后第11名也不会太亏。至于1175呢，看来咪咪应该还在睡他的美容觉啊，那你们可以看到哎呀，他是差一点另外一个账号也可以拿到皮肤了。那其实咪咪这2个账号都挺危险的，就算他第11名的分数冲上去了，他也是超越第10名，他第10名那个账号也会变成第11名。也就是说呢，如果咪咪真的要2个账号都拿到皮肤的话，他必须要同时间开2个账号一起升那个战力，才可以拿到2个。就是说他是肯定有一个账号是拿不到皮肤的啊。其实对他来讲升战力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我都不懂为什么他不要升高一点呢。不过对他来讲，这边2500的提升也不会说消耗太多了，他开心就好。接下来这个是1818的，我觉得第11名还可以啦。再来这个是2268的分数，不过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截图的时间比较早啊，3分钟。然后我在登录去看的时候，分数有变动了，左边是现在的分数，右边是在活动结束之前我所截图到的画面。那你们可以看到原本第11名的玩家冲上变成第3名了，不过也还好，第10名的玩家是有在线，所以他保持在第10名。第9名的玩家变成第7名，第8名的玩家变成第9名，也就是说我在右手边那个列表呢，基本上玩家都是已经拿到了皮肤。所以我们再接着往上看排查到底谁是第11名，右手边是现在的排名，左手边是在活动结束之前的4分钟截图的。那我们看到第7名的玩家非常可惜他从原本第7名变成第11名了所以老实说，这个叫布的玩家是还蛮可怜的。那你们可以看到我在倒数最后4分钟的时候才截图他依然还是没有办法逃过那个命运，他以为在第7名是比较安全了，结果还变成11名，真的可怜啊。接下来是2377，那第1名就是俄罗斯父子啊，然后第11名跟第10名的分数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不过坦白说分数还是蛮接近的，所以第11名的玩家也是比较可怜。接下来26057其实也是蛮激烈的，那你们可以看到我在最后2分钟半的时候截图到的画面，第11名跟第10名的分数相差一个430分而已，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最恐怖的时刻了。那当然玩家也不会坐以待毙啦，所以他们的分数是有提升的。左手边是现在的分数，右手边是在结束活动前的2分钟我所做的截图。那可以看到原本从第8名的玩家变成第10名，第9名的玩家依然在第9名，但是原本第10名的玩家变成了第7名。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只是调动了位置，但是第11名依然是第11名，这个玩家就真的很可惜了，没有想到他们还在线。不过老实说，黑迪还是蛮危险的，因为他的分数只是提升了那么一点点，还好他自己本人也是在线啊，不然很大可能他也是会变成11郎了。至于1365排名也是有调动，不过第11名依然是在第11名。最后一个我做到的记录是1846，也是很可惜的，第11名也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拿到皮肤了。那么原本我还要做2489的记录啊，不过真的是来不及啊！你们也看到我最后截图的时间呢，剩下不到1分钟。那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我在追着960那边的排名，因为我已经知道了98它会在最后30秒冲上去，所以就很可惜没有办法看到2489的分数到底冲到怎么样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我整理出来的11郎排名，各位还满意吗？不过老实说，确实这样子的排名是比前10名还要更好看，更加刺激我个人还是蛮享受的。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还是你们的王国有更加夸张的11郎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